我还是演员董子健，最近很空啊，谢谢。我觉得在微博电影之夜喊话还是有点用的，感觉那个24年喊完话之后，对，那个找我工作，谢谢。这多看看我吧，我档期很空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，这下彻底闹砸了，影视行业或许迎来终极大清洗。网友说未来不会再有明星了，这到底是不是在危言耸听呢？一起来听听怎么回事，直接看视频。未来不会再有明星了，资本砸再多的钱也造不出来下一个国民偶像了。你觉得这话说早了？那我们来看一看2026年上半年娱乐圈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刘昊然承销董子健在微博电影之夜上公开喊话，说自己最近档期很空，希望有导演找他们拍戏。姜乃亮在直播间里坦言，42岁，好几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了，全靠直播撑着。可这个人之前在抖音上1个月带货7个亿，他不是没饭吃，是演员这碗饭端不住了，只能去端主播那一碗。冯小刚的抓特务据传投入超过2个亿，胡歌加雷佳音的阵容，首日票房才2400万，到现在累计不到7000万。管虎的那部片子投了过亿，首日190万，等于打了水漂。名导、影帝、国民歌手集体站出来求观众赏脸。那么这种场面放在5年前谁敢想？可它就是实打实的发生了。这不是某个人过气了，是整台造星机器一块报废了。那么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坏的？要搞懂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来看清楚一件事情：这些明星当初是怎么被推上去的？很多人到今天还觉得明星红是因为有才华、有作品，有些确实是，但大量所谓的顶流靠的根本就不是实力，是背后一整条资本流水线在推。这条线是怎么转的？先挑一批脸还行的年轻人，砸钱搞选秀、搞养成，让粉丝觉得偶像是自己一手带大的。情感一旦绑上了，后面就是引导你打头、冲销量、买代言，数据漂亮了，资本拿着去跟品牌谈价。选秀出身的走代言路线，演员出身的走影视路线，流量好的直接塞进大 IP 剧。片方看的不是他能不能演，是他背后的那群粉丝能不能转化成票房。说白了，不管是爱豆还是演员，在这套系统里面都是同一种东西，被精心包装的商品。你以为你选了偶像，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资本替你选好了，你只是在流水线末端完成了最后一步，付钱。那么这条流水线跑了10几年，怎么就忽然转不动了呢？很多人说是经济不好了，行业不行了，但这些都是表面原因，真正的变化只有一个，末端的那个负责付钱的人不付了。我看过一个前粉丝拍的视频，他说盘了一下这些年的账，充了多少预售，做了多少数据，买了多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，这一切最后变成了什么？经纪公司招商 PPT 上的那行字。他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感谢粉丝的话能写10种语气，1年都说不了几次，一见面就要钱。你去看看现在社交平台上脱粉的出现的越来越多，不是偶像塌房了，是越来越多的人回头把账摊开来看了，到底是什么在叫醒他们呢？先是神秘感没了，短视频来了之后呢，明星的一切全被扒了个底儿朝天，拍戏用替身，台词念数字，10几个助理围着伺候一个人，路人一个手机全给你怼上来。你要知道，崇拜这种东西是需要一个前提，叫做距离感，你看不到他真实的样子，你才觉得他跟普通人不一样。可一旦这个距离被抹平了，你发现他跟你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，心里的那杆秤就松了。紧接着更现实的问题来了，这2年房贷在扣，工资没涨，以前客气是因为手头有余粮，现在连吃顿饭都得看余额，谁还拿生活费去给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冲数据呢？24岁以下的观众这几年从接近40%直接缩水到1成半，不是年轻人不爱了，是他们最先把账给算明白了。但这2条加在一起，一个看穿了，一个没钱了，还不足以让整台机器停转。真正让它从根儿上坏死的是第3个问题，这套粉丝经济的商业模型本身就是一个自毁式闭环，从它被设计出来的那天起，结局就注定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去拆它的运转逻辑，就会发现一个荒诞的死循环。粉丝花钱冲销量，目的是让偶像数据好看，争取更多的资源。可资本拿到这份漂亮数据之后，压根就不看作品好不好，他只认一件事，这个人能带货，然后把它打包卖给更多品牌，再用下一轮集资、下一轮打头，从粉丝口袋里面掏下一笔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这整个链条转了一圈，作品2个字从头到尾就没有出现过。偶像不需要演技，不需要代表作，甚至不需要把专辑寄到你手里，他只要数据就够了。那台从不生产内容的机器靠什么来转？靠粉丝的情感、信任、耐心，心底那个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念想来转，这就是他全部的燃料。可燃料烧得掉，却补不回来。你花钱冲的销量换回来全是烂片，你熬夜守的人隔3差5就塌房，你攒了半年的数据，到头来不过是招商方案里面的一个百分比。念想碎了1次可以粘起来，碎了2次勉强能凑，碎到第3次就成了粉末了，风一吹就散了。燃料一断，机器就停，这不是谁的觉悟问题，是结构问题。而最能证明这台机器已经报废的是同一个市场里的一组数字：给阿嬷的情书投资1400万，没有一个明星，全是潮汕方言。
几乎没有宣发费用。84岁的素人老太太吴少卿言骂，一句即兴说出来的：“你这么早走了，这群小孩怎么办？”让几千万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说不出话来。票房冲过了18个亿，豆瓣85万人打出了9.3分。你再来看一看同一个档期砸了那些2、3个亿买了半个月热搜的大片，票房加起来都赶不上人家的一个零头。2个多亿砸不动东西，1400万撬出了18个亿。这不是2部电影在比高低，是旧规矩在和新规矩正面撞上了，旧的彻底输了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未来真的不会再有明星了吗？不是没有明星了，是那个靠砸钱就能批量造神，把粉丝当成免费数据劳工，拿包装当产品卖的游戏彻底玩不下去了。这台机器转了10几年，今天终于有人把插头给拔了。拔掉的不是某一个人，不是某一条政策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在某一个瞬间把那笔账给算清楚了，然后安安静静的把钱包给合上了。以前是资本替你决定追谁买什么，把钱花在哪儿，你只管照做就行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钱在你口袋里，选择权在你手上，你愿意花在自己身上，花在真正让日子过好的地方，谁也没有资格再替你做这个主了。过去10几年最贵的不是那些明星的片酬，是14亿人的注意力被人免费拿走了，还替人数钱。而今天这笔账终于算回来了。手握演员、导演双重身份的董子健，在2026微博电影之夜上接过年度优秀影人奖杯，跳过感谢词，认真介绍自己，说他还是演员，最近很空。紧随其后登台领奖的刘昊然，累计主演作品票房突破200万，这次也是很谦逊地对着台下业内从业者喊话，找我工作谢谢。还有唱跳出道的陈潇也坦言自己档期很空，有人觉得他们凡尔赛，即便暂时没有戏拍，过往积攒的商演费、代言存款足够衣食无忧，没必要当众卖惨。也有人说，如果知道行业运转逻辑，就知道他们当众求职不是博取同情，而是扛着身后一整个团队的生存压力。从历年5·1黄金周以及最近上映的电影票房来看，影视圈确实大不如前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大部分艺人的日子肯定不会比普通人还差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接地气的，说一说今年618消费的情况，了解一下这几年国补补贴钱是从哪里来的。一起来看看这位博主的视频，能不能得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。今年618彻底凉了，原因不复杂，补贴的根本不是消费者。有人下单一样东西原价36块，618特价35块9毛1，便宜了整整7分钱。有人看好一副键盘109块，放进购物车犹豫了一下，回来一看113了。面对这些几天换一个售价的商家，这届消费者还是太宽容了。现在的618到底补贴的是谁？商家先涨价再降价，你掏了钱一分没少，补贴只是从平台口袋挪到了商家口袋，过了一下你的手。国补是一模一样的配方，中消协点名批评过，6000块的家电平时优惠到5000，国补一来，商家按6000基准算，补完还是5000。国补补了个寂寞。还有净水器，国补后消费者实付反而贵了80块，还得配合注册 APP 绑个人信息，纯把消费者当猴耍。我们多问一句，国补补贴的钱是从哪来的？实际上是我们花钱补贴我自己。其实不只是618，也不只是国补，7万亿的新基建，动辄几千亿的超级工程，还有巨额的 AI 投资，所有真金白银的政策都是绕着消费者走。你再看这些年所有刺激消费的方案，也都是同一个路数，消费贷额度从30万提到50万，让你借未来的钱现在花，以旧换新，把后年的需求提前透支到今年，透支完呢，汽车零售已经连跌8个月了。消费券层层漏斗滤过去，就算你抢得到，满减的幅度也非常感人。那有没有真正把钱直接补到消费者手上的？有。外卖大战的时候，1分钱的奶茶，3块钱的午餐，真金白银直接到消费者嘴里，数据好不好看？好看得很。然后呢，被叫停了。结果摆在这里，2个历史性的数字：5月社零数据4年来首次非正增长，1季度居民部门债务总量1995年以来首次非正增长，30年来头一回，全国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拼命还贷、拼命存钱、拼命缩表。从这个趋势看，618彻底凉了，不是消费者清醒了，你不点外卖改自己做饭，也不是你变自律了，你把洗衣机修了3次还不换，更不是你会过日子了，而是你的资产负债表在告诉你要先活下来。真实的情况上面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最近顶格媒体求是网发文，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，里面罕见的出现了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和负向螺旋这2个词。这么炸裂的词汇由权威媒体公开讲出来，这是第一次。过去的话语体系里提的是收入增长放缓、供给不匹配、消费场景不足、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等。现在穷这个问题终于被承认了。如果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真的成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，那对14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。不过就此指望国家给老百姓发钱，
依然有点天真。高盛有份研报说了大实话，不是不知道直接发钱最有效，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这条路。一方面怕一旦发了就停不下来，我们对大规模发钱、高福利一直保持警惕，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治理理念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房地产这个引擎熄火，有限的财政资源必须排序，科技、安全、产业升级这些方向同样要花钱，而在政策优先级上，消费并不是最高的。说到底就一个问题，经济发展是为了让人民消费，还是人民消费是为了经济发展？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最后，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谢谢大家。